各位朋友，老粉丝都知道，我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提醒中国小心日本的偷袭，就像当年的珍珠港一样啊。有人说你这是杞人忧天了，小日本现在还敢偷袭中国吗？我斩钉截铁的告诉你，干！而且我对中国目前的这种军事政策是非常的忧虑，好战必亡，但是忘战必危呀！日本的军舰悍然又闯入了台湾海峡，对中国进行领土上的挑衅了。而且呢，这个中国的军舰和日本的军舰发生了冲突，险些开炮了。4月17日，央视披露了解放军红河舰是 054A。护卫舰，小型的在台湾海峡与日本海上自卫队雷号驱逐舰展开了长达20个小时的海上缠斗，最终以主炮上膛、贴身卡位等强硬手段，成功的驱离了挑衅者。这是央视的说法。实际上是有人说台湾海峡那是一个公共水道，谁都能走啊，又不是中国的领海。错了，台湾海峡是属于中国的内陆的水道，而且呢明确只能走商船。那你如果是军舰在那儿走的话，那必须得通报批准。可是呢，各国的西方的攒鸡毛凑胆子的破军舰都敢来溜一圈，谁通报中国了？那位说这个规定合理吗？太合理了。你想想，如果你家的军舰带着能打1000公里的导弹，在你家的这个海边上50公里的地方，你让他过吗？所以这个是相当猖狂的一种挑衅行为。可是呢，各个国家都能够挑衅中国。2斤5，紧急传出有外舰过海峡，风浪还比较大，与外舰最近100-200米吧。它的吨位上面比我们大，一路高速机动，就像开车一样别我们了。在自己家门口，我们不会示弱，边航行边紧急装弹，整个弹链装满，只要按一下开火，随时可以发射出去。紧跟呢，一直持续了将近20多个小时。台湾海峡如果是快速通过的话，也就几个小时，而日本的军舰在台湾海峡里边待了20个小时，而且还跟中国的军舰一直在缠斗。中国的军舰就没开炮，一直向中国领海这边来靠。瞧见了吗？多么的猖狂啊，各位！这是猖狂的无以复加了。央视报道，日本的雷号驱逐舰没有提前通报，违规闯入台湾海峡，采用蛇形机动、挤压航道等危险动作，海上别车，企图强闯中国的水域。红河舰紧急前出拦截，形成了海上拼刺刀的态势，最近距离仅有100米。红河主炮上弹进入1级战斗部署，全舰官兵保持高度戒备20个小时，最终逼退了对方。东部战区声明强调，行动全程依法管控，有效维护主权，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依法管控，哪来的法呀？谁家的法呀？所以说我对中国目前的这种军事政策的现状那是相当忧虑的。我一直提醒你千万小心绞盆机的偷袭呀，因为他们是偷袭成瘾的一个民族。日本这个国家每一次发动战争之前都是用偷袭的战法来袭击敌方的有生力量，而达到一个平衡双方实力的一个目的。我一直说，如果日本动用1000枚导弹对中国的舰队
进行突袭的话，那中国怎么办？我一直建议中国立刻马上把不对日本率先使用核武器的这一条赶紧的改过来。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啊！当年李鸿章以为日本不敢打，是吧？现在有很多人一样认为日本不敢打。当年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怎么样了呀？全军覆没，赔了2亿两的白银，丢了台湾的澎湖。日本一夜之间暴富，成了全亚洲的列强。你们还觉得日本不敢打吗？当年张作霖奉系军阀在东北，也认为日本人不敢打啊。他那个不成器的儿子张学良也认为日本人不可能敢进攻，只是做做样子。几十万东北大军按兵不动，结果2万日军横扫了东北。中国当时重工业最发达最完善的地区，还有一大堆富得流油的整个东北，像一座大金山一样，煤炭、钢铁、粮食全都成了日军的补给。再往近了看，蒋介石以为日本人不敢打，只想占几块地儿。七七事变，华北沦陷啊，海军全军覆没，江阴沉船，南京30万同胞惨遭屠戮，都是在以为啊，这个日本不敢打。美国的前任总统当年的罗斯福也认为小日本不敢打。他娘的2个小时，美国的珍珠港就直接给炸平了，日本人一波偷袭，整个美军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啊！要不是将军尼米兹力挽狂澜，打赢了中途岛战役，日军现在都要登上美国的西海岸了吧？现在难道中国的一些决策者还要告诉自己打不起来，不敢打？他不敢打吗？历史从来都是同一个剧本的不停的轮回。为什么？因为人性从来没有改变。小日本的人小日本有没有人性，我有点不确定啊。因为日本的性情从来没有改变过。你绝对不能低估了日本人的野心，尤其是现在这个高市早苗支持率达到了 82%。 还是那句话啊，日本人的这种野心呢，是怎么来的呀？因为日本是一个贫瘠的小岛，火山、地震、海啸、火灾，各种各样的威胁，孤立的小岛，封闭的环境里，他们形成了一种特性，我都不敢说人性了啊！他们觉得今天不死，明天就要死，反正是日本人就是这么想的，早晚得死，不如老子死前拼死一搏，看看能不能换来未来，不说100年国运了，有个30-50年富裕就行了。整个日本现在物资匮乏，面积非常的狭小，缺乏长期的战争能力，所以呢，他们只一贯的策划赌国运式的企图，一举奠定胜局，避免陷入消耗战。你还以为他们不敢打吗？现在已经是不得不打了他们都已经形成了偷袭制胜的这个战略文化和军事思想了。你随便提溜过来一个日本人，你问他你们强还是我们强？他10000%的告诉你日本比中国强为什么呀？因为当年日本差点把中国就全占了，如果没有苏联，没有美国，中国人根本就不识个。如果你问他如果你再跟中国开战，回到国内你还能正常生活吗？他一定会认为回国以后他会正常生活，战败国也无所谓。日本海上作战纲领自打1901年起
主导思想就是强调的先发制人，集中兵力打决战，每天都是决战。现在依然是日本海军战术思想的基石。当年的战败，日本一直受到了美军的保护啊，日本的本土从来就没被别的国家登陆过、侵占过，对吗？美国都被侵占过，哪个部队打到日本的本土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养成了日本人会误认为日本是最安全的地方，他们搞完侵略回到本土，他们是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仅敢打，而且他的胆儿和特别肥呀。你不要以为现在日本人会放弃偷袭，不会的。他们都敢叫嚣先击沉中国的福建舰了，那中国有什么应对措施啊？非常遗憾，我现在没有看到啊。我也不知道中国的这些军事的高层们明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啊？人家都把这个导弹啊挪到了这个琉球群岛靠近中国沿海的地方了，随时可以打北京、上海，射程都到了1000多枚导弹，如果一块朝中国发射呢，中国是能拦截啊。但是只要是有几枚关键的，把你的福建舰、辽宁舰、山东舰给击沉了呢，你能保证100%的能够拦截得到吗？所以说我对中国现在这个军事策略呢是相当的忧虑啊！为什么不听听这些民间的声音呢？啊，你即便是不先发制人把日本给灭了，你也得宣布啊，对日本不适用于中国的这个无核3原则。日本只要敢对中国开第一枪，马上是100枚核弹就要把这个东瀛绞盆机的故乡给犁一遍，才足以震慑它。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